1988年，我倾家荡产凑了100块娶了个媳妇，可3个月之后，她却跟人跑了，我也因此彻底沦为了梨园村的笑话。从此，我背井离乡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，一边做着木工，一边寻她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在给一户人家打家具时，再次碰见了抱着孙子的她，我瞬间红了双眼，颤抖着上前握住她的手说：“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30年？你还我那100块钱！”说完，我两眼一黑便倒了下去。再次睁开眼时，面前摆着一套崭新的组合柜。这套组合柜是我木匠出师之后第一次独立打造的，也是抛却师傅那些老派家具理念后的第一次全新尝试。神思恍惚间，我意识到我重生了。看着眼前的组合柜，我心情复杂。不得不承认，在榫卯结构的实现和应用上，我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。整套组合柜没用一根钉子，依旧严丝合缝，稳如泰山，甚至于在柜门和边角的雕刻细节上也是可圈可点。可如今两世为人，我却怎么看怎么觉得它土得掉渣。正当我准备拆掉榫卯结构重来时，门口的大黄一阵狂吠，接着包着白纱巾的三姐吴秀华推门而入。三姐，这么冷的天你咋来了？我不是怕你一个人在家没吃的吗？给你送点红苕干。吴秀华放下篮子，随即直入正题。马上过了年你就22了，早该娶个媳妇成个家了。徐家大妹子那里你要是愿意，我明天就给人把100块彩礼送过去，把事儿定下来，争取小年前把喜事一办，这样过年时你也不至于孤孤单单的。闻言我一口咬定，徐艳梅不行，我没看上她。那你说你看上谁了？我就稀罕杨若燕了。杨之书的掌上明珠，杨家的小闺女。你知道杨之书对外开的彩礼要多少吗？1000块，整整1000块。就算是你三姐夫身为村支书，俺家也拿不出来。这话我信。三姐夫熊当为人太为仗义，否则也不会容许三姐如此伏地魔，隔三差五的从家拿东西过来补贴我，甚至于我的彩礼婚事也要大包大办。幺弟啊，娶亲要讲究门当户对，就咱家这条件，娶不起落雁妹子，你还是现实点，考虑考虑徐艳梅，她是家里老大，肯定比落雁这样的小闺女更会照顾人。我依旧摇头，前世倒是听三姐的话娶了徐艳梅，结果开了春，徐艳梅就受不了家里的苦日子，跟别人跑了，让我在梨园村永远抬不起头来，所以我只能一口咬定，三姐，我这辈子非杨落雁不娶。吴秀华急了，姐知道杨落雁人长得好看出落的水，可杨之书喊出1000块的天价彩礼，不就是为了堵咱农村人的嘴吗？他这是想把宝贝闺女嫁到城里去，成为城里人，你还不明白吗？这话倒是不假，前世杨落雁的确嫁到城里去，可惜她那丈夫是个短命子，才3年就撒手人寰了。再说了，杨落雁从小娇生惯养的，能有徐艳梅这样的女娃知冷知热，这话我就不同意了。我和杨落雁同学9年，知道她这人一点都不娇气，而且人特善良。在丈夫去世之后，她一直执掌着那个破碎的家，没有改嫁，家里家外也都打理得条条当当，唯一的闺女也培养成才，考上大学，10里8乡的乡亲任谁提起都是一阵夸，没说的，所以我不可能松口，任凭吴秀华说破嘴皮子也无济于事。最后丢下一句话，想娶杨落雁，你先挣个1000块钱来。行啊，三姐，7天后你再来看。吴秀华讶异的回头，7天后你不偷不抢，要是能有1000块，三姐我豁出这张脸皮，也帮你把杨落雁娶回家，那就一言为定。三姐，你回去路上走慢点，要你烦。走了。接下来的7天，我吃住都在东屋案台上，愣是把先前土里土气的组合柜改得圆润自然，360度无死角的洋气起来。接着刷上木桐釉，原木色的纹理被衬托的愈发惹眼，甚至有后世实木家具追求的原生态气质来。不仅如此，高低4个柜子外加一个条柜，还可以任意组合，变换出多种不同的造型来，适应性极强。腊月初8腊八节，原本369才缝齐的大事，今儿破例也都缝了齐。我把组合柜一一搬上平板车，塞些破布头包好边边角角，用长长的麻绳捆个结实，而后直奔一口井乡的大集而去。一口井乡位于城郊，市集规模最大，很多城里人都频频光顾。我选在那里也是指着这套组合柜能被城里来的有钱人看上，然后卖个好价。一路上，平板车沿着十字路颠颠簸簸，把我双手都震麻了。好不容易来到一口井乡的市集上，隔远一看人头攒动，望不到边，加上今天天气不错，不少摊贩还在源源不断的汇集而来。我挑了块干地，将组合柜一一搬下来，按照最常见的造型摆好，而后坐在平板车把上，从包里掏出红苕干在那干搅。组合柜这东西虽然在南方很流行，但在北港县还是个新鲜物件。就我拉来的组合柜，在今天1里多地的集市上也是独此一套。直到中午时分，清冷的阳光难得有了一丝温度，才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头驻足停留，伸手摸了半天的边边角角，拍着柜面问：“你这家具怎么卖啊？”大爷，我这是南方正流行的组合柜，给儿子娶媳妇，闺女出嫁陪嫁，2有面。而且我这套组合柜只此一套，你在北港这地界上找不到第2套。价格吗？1200，包上门安装。老头一听，缩着脖子就走了。我也不气馁，蹲下来继续啃红苕干。倒是旁边编篓子的篾匠大哥沉不住气：“小兄弟，你敢叫1200？别说今天了，10天8天也卖不出去啊，太贵了。北港寻常人家哪里买得起？大哥，货卖有缘人，这是真不好说。”我俩话音刚落，又有对中年夫妻在组合柜前驻足。女的穿了件很洋气的滑雪衫，相比其他女人臃肿的身段，气质一下就凸显出来。我注意到这女人眼里的光越来越亮，心下也就有了数。终于男人在点了根一品梅之后开了口：“小兄弟，你这组合柜打算怎么卖？”我凑上前去：“大哥，一瞅你也是个识货的行家，价格先不提，您觉得这套组合柜师傅的手艺怎么样？”男人吐出一口烟雾，摸着榫卯相接的细微痕迹揣摩道：“这手艺没个30年下不来。小兄弟，这套柜子是你师傅做的吧？”30年说对了，自己从55岁重生回来，可不就是30多年的手艺吗？我竖起大拇指：“大哥果然是行家，这套组合柜的确是一位老师傅花了足足半年的时间亲手打造的。北港县只此一套，价格我也不多要，1200交个朋友，买回去摆在家里绝对有面。”男人看了一眼女人，遂开口问：“包送货上门安装吗？”“那必须的，服务到家。”“那行，你拉上柜子跟我们走吧。”“好嘞！”我答应一声，透着十足的兴奋。听得旁边的篾匠大哥都忍不住羡慕嫉妒恨。1200块足够他边上签个篓框，跟着中年2口子一直来到县机关大院。我出了一身的汗，怀里痴痴
剩下的红苕干都热软了，一口气将组合柜搬上楼。中年女人递给我一杯热水，小师傅，麻烦了。我接过茶杯，谢谢大姐，帮我身上。组合柜的安装很简单，主要是主人家要腾出放置组合柜的位置需要费些功夫，就这样一直忙到4、5点钟才彻底消停下来。从中年女人手里接过120张大团结数了数，又在手里捻了捻，确定真钱的手法，这才千恩万谢地拉着平板车离开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心里揣着高兴，却没在脸上表现出来。直到一口井的乡道口，我拉着平板车一路下坡，直奔位于一口井乡下圩村的三姐家。与此同时，吴秀华也正在家里发愁着。妖帝认准了要娶杨落燕，他嘴上说叫他自己个想办法挣钱，其实早把这事放在了心上。自打父母过世，老家梨园村就剩这么个妖帝，家未成业未立的，他这个三姐不管谁来管，指望大姐二姐吗？大姐每回去妖帝家，不顺手牵羊的带走点粮食白菜就不错了。至于二姐，本身就不宽裕，家里孩子又多，根本有心无力。四妹家里那口子倒是不错，也是未村之淑，可总说妖帝看不起她，怎么解释都不听，就更不可能指望她帮忙了。只是吴秀华愁来愁去，连几个小叔子家里都借遍了，也才借到600块钱，这还差1多半呢。总不能交了彩礼之后，连办喜事的钱都没有吧？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狗叫，我抱着三姐家老二大步流星的走进来，边走边吆喝：“三姐，三姐！”吴秀华料连露了面，在呢，把小文放下，叫他自己玩。我放下熊文，还不忘凶神恶煞的恐吓道：“下回再让我看你在河边玩，舅舅见一回打一回。”吴秀华不以为意的道：“现在河里都冻着你，别那么吓唬小文。”我依旧恶狠狠地给了小文一个鬼脸，前世小文早夭，成为三姐一家永远的痛。这孩子总爱到河边玩，如今河边上冻势不打紧，可等到来年开春河里涨水，危险程度就不可同日而语了。可这事没法说，我只能一边吓唬小文，一边琢磨着，等到来年开春，把孩子接自家住一段时间，看看能不能弥补这个遗憾。毕竟三姐对我的事是真的上心，上心到连我自己都觉得三姐是正宗的伏地魔，如假包换。你怎么过来了？吴秀华摸摸小文的头，给了他一块糖，才止住这孩子噙在眼里的泪水。到日子里，我自信满满的道，随即从怀里把钱一掏，1200块，一分不少的摆在了三姐面前。对于三姐，我没什么好保留。吴秀华一看这么厚一摞子大团钱，顿时就惊了，连声音都不觉压低下来：“妖帝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反正没偷没抢，我全交给你了，你得负责帮我把杨落燕娶回家。”问你话的吴秀华却更急了：“我靠自己手艺挣的钱，就那套组合柜，今天刚拖来半天就卖掉了，钱都在这儿了，真的，我骗谁也不敢骗你啊，三姐！”吴秀华激动的转身，冲着老家的方向双手合十，一脸碎碎念：“爹娘，妖帝终于学成出世有出息了，你们二老泉下有知，多多保佑他大富大贵，娶个好媳妇，幸福美满。”三姐，你念叨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吴秀华转过身来，从那摞大团结中数出20张来塞给我道：“这钱你拿着，反正杨支书那只要1000块彩礼，还有后面办喜事的钱呢。办喜事能让你掏钱吗？”吴秀华当仁不让的道：“就算爹娘不在了，你4个姐姐都还在吗？”三姐，我忍不住有些哽咽：“得，你少跟我来这套。”吴秀华如释重负的吐了口气，把1000块拿在手里甩了甩道：“就这能不能过杨支书那关还不一定呢，有三姐帮忙肯定无往不利，少跟我甩贫嘴。”吴秀华说完，又从西屋里装了几斤米面，往我肩膀上一挂：“就不留你吃饭了，这阵子肯定累坏了，快回去休息。”说完又恍然想起今天是腊八，忙不迭的冲进东南角的灶房里，用大号铝饭盒装了满满1盒子的腊八粥，带回去吃，就当过节了。那我走了，三姐，走吧，把带走的米面和腊八粥往平板车把上一挤，我拉着平板车在吴秀华的目送中离开。回过神来，吴秀华竟有些恍惚，妖帝终于长大成人了，第一桶金就挣了足足1200块，假以时日，当上大老板也说不定。一念至此，吴秀华不由挺直了腰板，喊了声熊武，让他看好小文，自己径自往村部走去。我哼着歌回到家，大黄狗隔着几近朽坏的木质大门冲我狂摇尾巴。我开了大门，摸了摸大黄的狗头，把满满1饭盒子的腊八粥倒在锅里热了热，然后一人一狗就在大门口喝了这粥，全当过了节。喝完粥回身看着这个院子，就觉着幸福的日子任重道远。幸福的日子不光是娶了杨落燕就能实现的，而且要有本事让杨落燕跟着自己享福才行，否则真不如让人家嫁给城里的死鬼，起码能落个3年的好日子。所以定下这门亲事后，接着就得把家里的条件改善一下。正房3间预制快盖起来的堂屋加走廊，搁10年前那叫气派敞亮，可如今都流行红砖瓦房了。预制快这种材料一点都不牢靠，而且用不了多久就风化了，沙子哗掉。至于东屋算是我的工作间，四处漏风就不说了，而且红砖缝里填的都是黄泥麦粉，如今也有些摇摇欲坠了。除此之外，还得盖个正经的厕所，带化粪池冲水的那种。这倒不是为了迎合杨落燕，而是我自己受不了农村的旱厕，夏天被蚊子咬，冬天冻屁股，实在不是什么愉快的体验。总之要做的事情还很多，哪都需要钱。看来这组合柜还得多打几套，好多攒点钱。不过这一切都要在迎娶杨落燕之后进行，也不知道三姐和三姐夫能不能帮自己拿下这门亲事。与此同时，熊刚骑着28大杠，载着精心道士过的媳妇吴秀华直奔杨支书家。媳妇把借了几个弟弟家的钱全都退了，现在熊刚唯一能给媳妇支持的就是为他站台，替小舅子说清杨支书那人他见过，不是个好打交道的主，而且1000块彩礼是早就放出去的了，谁也说不清杨家会不会继续加码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自己就豁出去了，必须帮小舅子把媳妇讨到手。天色渐暗，杨支书家里一排5间的红砖大瓦房灯火通明，在梨园村里格外显眼。熊刚2口子赶到，顿时引起一阵的鸡飞狗跳。杨支书在家吗？我是熊刚，下圩村的。熊老弟啊，快请进，快请进。这年头天色尚早，都不兴关门。即便如此，熊刚2人依旧规规矩矩地站在门外问候一道子，直到杨支书披着棉袄迎出来，这才互相谦让着进了院子，迈进堂屋。杨支书从媳妇手里接过未拆封的一品梅，亲手拆开散了根给熊刚，这才撩起胸前的汗烟赶到。我还是抽这个习惯，吧嗒一口，汗烟口里亮了红，一口微呛的烟雾喷薄而出。下一秒，杨支书见吴秀华把
把2条一品梅放在桌子上，连问熊老弟这么泼费是做什么？熊刚看了眼媳妇，浓郁的眉毛一扬，乐呵呵的道：杨老哥，今天我和贱内来是讨一桩喜事，老哥你若是能答应，今后咱们2家就是亲上加亲。一听这话，人老成精的杨之书顿时咂摸出味来，话头接过就一针见血的问：敢问熊老弟是替哪家玩说亲？自然是我那小舅子杨之书同村的吴远，我小舅子如今木匠刚出师，一身本事，人也勤快健壮，这都是杨之书你看在眼里的。可惜话未说完，便被杨之书打断道：等等，熊老弟，想必你也知道我老杨放出去的狠话吧？落雁是我最疼爱的小闺女，又是高中毕业，人才也漂亮，说个城里人家过个好日子不为过吧？熊刚脸色一难，硬着头皮道：不为过，不为过。接着掏出包有红纸的1000块钱放在桌面上道：倒是杨之书要求的1000块彩礼，我小舅子靠一己之力亲自挣到手了，这钱他都没放热乎，就催我和贱内过来提亲了。此时西屋门帘内猫着的2条马尾辫的女孩，她正是芳名远播的杨落雁。听到来提亲的竟然是我，杨落雁心里对我有些印象，我给她的感觉就是安全可靠，再加上她得知这1000块彩礼竟然都是我挣的，不由有些刮目相看。然而杨之书却没那么容易清醒，在他看来这1000块钱肯定是熊刚家里凑的，故意说成是我挣得来撮合俩孩子。于是沉吟下开口道：吴远那孩子我知道，人踏实也肯干，可他不是城市户口，咱将心比心，我姑娘跟他还是要面朝黄土背朝天，离不开这庄稼地啊，所以这个事熊老弟恕老哥不能答应啊。说着杨之书就起身，顺便把2条烟往熊刚手里塞，表示这是坚决不行。离开杨之书家，熊刚2口子顺道路过老家，在大黄的欢迎声中直奔东屋，就见我还在灯下用墨斗弹线，一丝不苟。熊下用墨斗弹线，一丝不苟。熊刚一声叹息，似乎直接把提亲的结果写在脸上。我要去倒水，却被3姐抢了先，于是就给3姐夫散了颗烟当先开口道：早知道派个中间人去提了，省得丢3姐夫的面子。熊刚摆摆手吐了个烟圈道：我有什么丢面子？我拿着你挣的那1000块，腰杆挺得不要太直。可问题是老杨头压根不信是你挣的，而且他提那将心比心的话我也反驳不了。我点头道：他说实话你自然反驳不了，没事3姐夫。熊刚缩了缩牙花子，听说城里有人来提过亲了，杨之书收了人家的礼了，所以妖弟啊，你这是怕是？话未说完便被我打断道：3姐夫能打听到这个人吗？我估计这人多少有点问题，背不住有些隐病啥的。这话熊刚也没当真，只说是我为了杨落雁把旁人都想成坏人了。不过他还是点头表示回去我打听打听，帮你问问。对了3姐夫，你再帮我打听打听谁家想打组合柜的，我包工包料1200块一套，请我一并问问。我顺势起身，那你们就早点回去吧，天黑我就不留你俩了。回去的路上，熊刚默默地骑出了好远方，才突然来一句：媳妇，你感觉出来没？妖弟好像变了一个人。吴秀华压根没 get 到，随口道：没有，他还跟以前一样气我，不听话。他怎么不听话了？他非杨落雁不娶，多让人头疼。要是听我的娶徐家大妹子，门当户对的将来他也会少吃点苦。媳妇，徐家那大姑娘，我听说跟好几个人不清不楚的，就是不知道真假。真的，反正这事问问就知道了，瞒不住。算了，你还是先帮妖弟打听打听城里那户人家的来头吧，好让他死了这条心。熊刚也就指了这个话头，但在心里他依旧觉得刚才和自己对话的不像个20郎当沉不住气的阳刚小伙子，倒像是老杨头这样老谋深算的家伙。腊月初9寒风料峭，我一大早起床烧了锅粥，下了点红苕干，就着坛子里的咸菜大疙瘩对付了早餐，喝剩下的就倒给大黄。大黄吃的倒也欢实，而后我就轻装上阵，却唯独戴好劳保手套和隔音棉花团，因为今儿要开电锯，把组合柜的立木和横木开出来，顺便把木板裁出来，怕是要忙一上午，所以在9点多钟有人在门口叫门，我是一点都没听见。杨落雁发现自己是白担心了，来之前他还生怕被我发现，甚至还准备了好几套的托词，比如顺道路过讨口水喝，亦或是你家大黄真可爱，你家地种的真好，结果根本派不上用场。直到屋子里的电锯猝不及防地停了下来，这让他探进院子里的身子顿时暴露在我的眼角余光中。谁啊？我若有若无地喊了一声，只是觉得眼角闪过一抹亮色，并未当作是真的有人，况且大黄也没叫，结果没曾想真有人应声。是我？怎么连老同学都不认识？我闻声探出头来，一见是杨落雁，这才意识到自己今次上身着实不雅，回身找衣服，压根没衣服。在堂屋西厢床上里，杨落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平时在家里这种赤膊着身子的男人也没舌尖，毕竟这在农村他都没有脸红过，偏偏今天两边白嫩的脸蛋刷的一下就红了，而且红透透滴。我一溜烟的跑进堂屋，找了件工字背心套上，胸前还破了2洞，但聊胜于无。正想把杨落雁请进堂屋，结果人家背着双手摸进了东屋，于是连忙跑过去，毕竟东屋里斧头、锯子、刨子、凿子到处都是，别伤到人家。不料杨落雁一进东屋，就对我锯出来的榫卯模子格外感兴趣，这可是我的强项了。一番解释之后，见证了榫卯结构的神奇，进而共鸣到华夏木匠文化的源远流长，二人不觉间找回不少昔日同窗的感觉。刚才你真的认出我来了？说实话，我真的没敢认，可我转念一想，10里8乡的漂亮美女，除了我老同学杨落雁没旁人了，油嘴滑舌。杨落雁揪着嘴，心里美，愈发大大方方起来，指着一堆的木头问：你打算做什么？打几套组合柜？如今南方正流行的。说话间，我顺手摸起那本翻烂了的杂志，上头都是各种组合柜和组合沙发的图样。杨落雁边看边侧脸问我：这么说来，那1000块彩礼真的是你挣的？当然，如果有1分钱是假的，叫我天打雷轰！杨落雁连忙打断，虽然没有直接上手堵我的嘴，但依旧是有些心驰神摇。这年头的女孩，谁听过如此高甜度的甜言蜜语？杨落雁顿时觉得今天过来特地换的这身白色滑雪衫值了。后来俩人又聊了些同学的事儿，一直快到中午饭点，杨落雁才意犹未尽的离开。一回到家，杨落雁帮着母亲端着饭碗往堂屋8仙桌
桌上一放，便开门见山道：“爸，我要嫁给吴远。”一句话说的杨支书火冒三丈：“你发什么癫？这事哪有自己做主的？”杨落雁当仁不让的道：“我去看过他了，我相信那1000块钱彩礼是他亲自赚的，所以他有能力让我过上好日子。倒是城里那个人让我一看就不舒服，感觉蔫哒哒的。姓吴那小子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？你是不是上午去找他了？”“是啊，我们是晚小毕业的同学，聊了很多呢。”杨支书气结，回头冲着端菜过来的媳妇道：“你也不管管？”支书媳妇刘慧慢条斯理的说：“我管，我怎么管？腿长在他自己身上，我能看得住吗？你还当是我们那时候呢？”杨支书一急直跺脚道：“跟孩子面前提这些干啥？”刘慧话赶着话：“我光明正大有什么不能提的？不像某些人偷偷摸摸，竟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。”这回连杨落雁也听不懂了，只是父母吵架总说这些，他早就听习惯了。翌日腊月初10，和昨天不同，今天外头一有动静，我就发现了杨落雁的到来。于是我拿出昨晚雕了半夜的木偶，递给杨落雁道：“昨晚睡不着，就照着你的样子雕了一会，就是没你真人好看。”言外之意就是我想了你一夜，这不比直接说更令人心动莫名。反正杨落雁接过木偶，先指摩挲着那一笔一刻，心里是久久不能平静。良久之后才道：“你刻的挺好的。”说完一拧身走掉了。年轻人的电波一旦对上了，就一发不可收拾，即便只是偶尔断联，即便是上午刚刚见过，失联的脑海里一种叫做思念的情绪也在疯狂蔓延，无法遏制。我的白天却来不及思念，每一秒都巴不得掰成2两来画。好在我一口气开了3套组合柜的料，顺便在各个工序上统筹分配了一下，形成批量化流水化工序，效率颇高的进行3套组合柜的前期加工。第1套组合柜我花了3个月时间，这3套我会努力着在4个月内完工并且卖出去，因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5个月后将迎来新一次的通货膨胀，各种粮油、家用电器的价格都会飞涨。我打算在那之前囤足钢筋、红砖、沙子和水泥。忙碌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，转眼又是一天。杨落雁带着满满的一饭盒饭菜，里头卧了不少的肥肉和鸡蛋，我一看到就忍不住直流口水。可是有日子没尝过肉味了，快吃吧！梳了2条马尾辫的杨落雁，双手托腮的支棱在大案台上忙。院子里的大黄明显也闻到了这边的肉味，一个劲的正拖着狗链朝天狂吠。但这回我对他的狂吠充耳不闻，这可是未来媳妇亲手做的，别说大黄了，谁都没得吃，我只会一个人吃独食，而且心安理得。3下5除2的吃完一整盒饭菜，吃得满嘴流油，还没来得及擦，就见杨落雁变戏法似的从怀里掏出2个烤红苕，修长白嫩的手指3两下就把烤红苕剥了皮，露出里面黄蹭蹭香喷喷的红苕瓤来。给你，我没接推回去的，你先吃。杨落雁掂了掂手里那个，我这不还有的吗？我只好接过来。就听院子里大黄换了个吠叫的节奏，那意思仿佛在说红苕总有本狗一口。结果片刻之后，只留下一地的红苕皮丢给他。大黄抬眼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我身边的女孩，嘴里呜咽着，舔起了已经凉透了红苕皮上的残余瓤子。进入腊月中旬，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多了起来。我在东屋里做木匠活，总能听见各种叫卖声不时的传来，有换豆腐的，有收鸡蛋的，也有小贩挑子，摇着拨浪鼓由远及近的路过。然而自打吃过了杨落雁亲手做的饭菜，我已经连续2天没听到落雁的声音了。就在我思人心切之时，另一个女人却不请自来。这个女人除了个子矮一点，体型壮一点，脸盘大一点，脖子粗一点，皮肤暗一点，腿肥一点，手胖一点，没啥其他毛病了，再加上略显刻薄的面相，骨子里的嫌贫爱富，真让人很难喜欢。来者不是别人，正是上辈子跟我过了3月的亲媳妇徐艳梅。老实说，30多年过去，记忆里对徐艳梅的印象早就模糊了，但是等对方一开口，那3分凉薄7分讥讽的语气，就跟刀子一样直刀人心。呵呵，你是不是还在想着舒家的掌上明珠4邻8乡的美人胚子杨落雁呢？我劝您呐，做人还是要现实点，找对象之前要先撒泡尿照照自己个。老话都说了，娶媳妇娶贤，那妾才那色呢？杨落雁不适合你，既然3姐先前托人跟我爸提过，我也就不拿瞧了。我不嫌弃你家里一穷二白，愿意跟你过苦日子，毕竟同甘共苦才能苦尽甘来嘛。你说是不是？我顿时摸不着头脑，徐艳梅什么时候改了嫌贫爱富的性子？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。不对，今儿太阳压根就没出，一直阴着天里。实际上我所不知的是，3姐夫带着1000块到支书家提亲的事儿早就传遍了。徐艳梅一听我居然能拿出1000块钱，甭管是不是自己个挣的，那都不是一笔小数目，置办个3转1响是绰绰有余了。北党县这种小地方，自是不能跟大城市的电话、冰箱、电视以及3店相比，这也不算辱没他了。于是徐艳梅这才一大清早便不请自来。我不管徐艳梅为啥而来，反正两世为人，我不可能掉进同一个坑里2次。你走吧，我没看上你。徐艳梅当时就炸毛了，2手一叉腰，凶狠的像个母夜叉。哟，把你给能耐了，不就是有个1000块钱吗？真当杨支书看上你这点钱，还做着迎娶杨落雁的春秋大梦呢？姑奶奶不怕明着告诉你，等你吃不到杨落雁这天鹅肉，回头再来找姑奶奶可就不是这么个价。我也是丝毫不软，戴上手套把人往外撵。你放宽心，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会着。拜拜了您嘞。与此同时，杨支书家的5间红砖大瓦房里，杨落雁正坐在床上生着闷气，她被亲爹禁足了，她很担心这2天没去，我吃什么喝什么，冷不冷饿不饿呀？哎呀，急死个人里，恐怕杨落雁自己都没意识到，她的一颗芳心已经充满了对我的牵挂。院子里的大黑叫了，有人回来了。杨落雁连忙从床上起身，对着房门一阵猛拍，有没有人呢？有没有人？叫什么叫？叫婆儿呢？回应她的是亲妈刘慧那冷淡的声音。哎呀妈，你怎么也不帮我？杨落雁幽怨地道，往常你对抗我爹，我哪回不是站在你这边？你忘了？你就这么稀罕那小子？当然了，我们同学9年知根知底，妈你不也说过，当初想要嫁给志同道合的同学，如果不是下乡插队，也轮不着被我爹捡了便宜吗？我还跟你说过努力嫁到城里去，脱离农村这个鬼地方，你怎么没听进去？反正我非无远不嫁，城里那个病秧子让人一见就不舒服。刘慧闻声就多问了一句，你怎么知道人家是病秧子？没事别咒人家。杨落雁悠悠的道，我本来也不确定那人是病秧子，可自打见过20郎当小伙子的精气神样，我就彻底确定了城里那家伙一定有病。刘慧闻声一凛，蹭的贴近
进了房门，你怎么见过小伙子的精气神？你跟吴家那小子究竟怎么样了？哎呀妈，你想哪去了？杨洛燕解释道，数9寒天的，吴远赤膊在家打家具，这是换做城里那男的他成吗？刘慧对道，城里那人家条件好，用不着吃这苦。妈，这话你自己的信吗？行了，老实待着吧，等你爹回来再说。事实上这2天已经陆续有消息传过来，说城里那个提亲对象身上有病，一直在吃药。杨之书没有直接信，却也为了稳妥托人去打听了。这事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。等到下傍晚，阴了一天的天气竟然出了太阳，只是一出来就是夕阳，却在天边画了漫天的晚霞。杨之书气急败坏的回来，身后跟着唯唯诺诺的媒婆孟大嘴。杨之书，这事儿我是真不知道啊，你千万要信我。哎呀，我可冤死喽，这可怎么办哟？杨之书可不管这些乱七八糟的，指使着媳妇把当初下聘的礼品和彩礼全都拿出来，亲自写了份收据让孟大嘴签字画押。即便是愤而退婚，杨之书也没忘了这些首尾。可见能在10里8村干这么多年支书，那绝对不是白给的。很多时候杨之书的名头说出去，甚至比乡长镇长更好使。孟大嘴提着礼品跌跌撞撞的走了，礼物被禁足的杨洛燕却喊得比谁都带劲，爹，该放我出门了吧？杨之书挥挥手，媳妇就给小闺女开了门。没曾想杨洛燕一得了自由，就忙不迭的往外跑，站住！结果被杨之书一声喝住，这黑灯瞎火的你往哪儿跑？年轻人瓜田李下，也不知道避讳。我不管你有什么事儿，明儿再出门。杨洛燕收回迈出门的那只脚，一转身就是讨好的笑意满腹。就冲这副讨巧的乖乖相，老杨头一肚子气顿时就消了。只是当爹的本能会想的更多。杨家在城里病秧子提亲这事上落了年，传出去名声肯定不好听。这时吴远家还来不来提亲？来的话又具体怎么个提法就很关键了。杨之书是希望着吴远那3姐夫能跟上回一样，有2条烟和1000块彩礼就谢天谢地了。支书媳妇刘慧明白他的心思，阴阳怪气的讥讽道：“后悔了吧？不好回头了吧？可惜这世上就没有后悔药。去，听你这口气我就来气。”杨之书一边把媳妇往外拧，一边掏出了旱烟袋摸出火柴。结果旱烟杆刚点亮，就听老婆子在外头叫唤：“当家的，快出来！叫什么叫？大晚上叫活儿呢？”杨之书虽然不高兴，却还是起身奔外走。结果一到大门口，杨之书那张尊成一坨的老脸立刻舒展开来，脚步也加快了迎上前去。哎呀，熊老弟，快里面请！这态度俨然和上回不可同日而语。盖因为这次熊刚过来，不仅带了2条烟，而且带了2瓶酒、2条猪腿、2条10斤大鱼，这实在远超杨之书的预期了。熊刚一看老杨头这态度，就知道这回听媳妇的又对。双方4个人相让着进了院，杨洛燕也从堂屋里迎到院内，主动叫了声3姐3姐夫。杨之书大手一挥，洛燕，快泡茶！泡好茶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说的就是此时此刻的杨之书。经历了之前的波折，他现在对我这个未来幺女婿，无形之中格外看重许多。再加上吴家人实在是会办事，里里外外的都能照顾到，实在是讲究人马对口。实际上杨之书干了这么多年村干部，能差那2根猪腿2条鱼吗？图来图去不就是图个面子？所谓花花轿子众人抬，这一回众人相谈甚欢，喝着茉莉花。杨之书拍着胸脯保证，将来会提携幺女婿，让他成为全村的骄傲。而后把1000块彩礼如数收下，烟酒猪腿和鱼各退了1份回去，这是本地应有的礼数。谈到这里，熊刚和吴秀华原以为此行也就差不多了，不曾想杨之书反而主动提起问：“熊老弟，依你看，俩孩子这婚是什么时候办？”熊刚一听，先稳了一波：“这是杨老哥，你说1我不说2，能办到的要办，不能办到的创造条件也要办。”杨之书徐道：“依我看呀，趁着年前的好日子，趁早办了。我这小闺女年纪不小了，换成别人家都抱孩子了。爹，这时候又轮到杨洛燕不依了。事情发展的太快，还不容许人假模假式一回吗？熊刚以退为进道：“年前也没几天了，匆忙操办起来，会不会委屈了弟妹？”不等杨之书回话，杨洛燕就把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，2条麻花便随之甩起来，还真打到自己脸了。吴秀华就笑，只觉得这个弟媳妇傻得可爱。杨之书大手一挥道：“不委屈，家里嫁妆早就准备好了，现成的也就是买3大件，置办几身新衣服。小吴那边布置新房、打新床之类的，需要帮忙的话，只管言语。”一听老杨头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，熊刚自然也不能缩卵子。杨老哥，有你这话就够了，幺弟那边我来办，办不好，杨老哥你拿我试问。话讲的对路子了，双方亲家差点没坐下来喝几盅。老杨头家里确实还没吃晚饭着呢，杨之书也催着媳妇去准备了。但熊刚和吴秀华说什么也不能留下来吃这顿饭，人家可以客气让一让，但咱不能心里没这数。离开杨之书家，2口子照例去了老家，这么大的喜事不能不让幺弟知晓。于是隔着老远，熊刚便幺弟的喊，直到看见吴远捧着碗玉米糊糊边吃边出来，这才大喜道：“幺弟，你要娶媳妇了。”吴远捧着碗筷，嘴边的糊糊都没来得及擦，杨之书那边同意了。熊刚等媳妇下了车，这才下了车，只好28大杠道：“如你所料，城里那人还真是个病秧子。”这家伙把杨之书气的，我跟你3姐又趁热打铁，一碰就糊。呸！吴秀华连忙道：“你以为打麻将呢？那叫一拍即合。”吴远一瞧3姐手里提的猪腿和大鱼，心里早明白个七七八八。要不说3姐和3姐夫最会做人呢。杨之书肯定觉得倍有面，高兴之下哪还有不答应的理？熊刚看见幺弟碗里喝的玉米糊糊，不由舔了舔嘴唇：“还有没？我跟你3姐都还没吃呢。巧了，今晚刚烧的还有大半锅里，正好我们边喝边聊，看看你这婚事怎么准备。”吴秀华把猪腿和大鱼都挂到堂屋廊檐下，又觉得夜里不稳妥，干脆直接提到没人住的东厢屋里挂着。完了还提醒吴远，夜里不要睡太死，省得贼都惦记上了。你还不知道？知道了，3姐。吴远回过头来问熊刚：“3姐夫，你刚才什么意思？”洛燕打算年前就进门。熊刚确认道：“这也是杨之书的意思。我还想着
等多挣点钱，再把落雁迎娶进门。吴秀华端着2大海碗的玉米糊糊出来，交一碗到丈夫手上道：“俩口子过日子，长远这里，嫁进门是迟早的事。幺弟你不必拘泥于这形式，也别觉得有啥愧对于人家的。要不说三姐还是向着自家幺弟呢，生怕幺弟媳妇还没娶进门就被媳妇拿捏得死死的了。”三人边喝玉米糊糊边商量着筹备结婚的事。其实大多数时候是三姐吴秀华在说，三姐夫熊刚应着，因为大多数事儿是要他出马去办，唯一需要吴远自己个办的事就是打一张婚床。新娘子漂漂亮亮的进了门，总不能叫新人睡旧床，所以无论如何这床必须是新的。恰巧这又是吴远的手艺，与其花钱去买，不如自家定做了。反正老家旁的都缺，就是不缺木头，只是时间上有些紧，怕不能慢工出细活。吴远不以为意的拍拍手，放心，我就算不吃饭不睡觉，也得把这件事办漂亮办满意了。熊刚露出男人间心照不宣的笑容，惹得吴秀华啐他一口，直说他把幺弟带坏了。等到三人把大大小小的事儿一完，差不多快9点了。吴秀华起身匆匆的走，边走还边嘟哝道：“怕是小文都在娘那睡着了，也不知这孩子闹没闹觉。”三姐两口子走后，吴远兴奋着在西厢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，摸出木头，甚至不用点灯，吴远都能随手雕刻着落雁的容颜。这姑娘已经深入他心了。突然院中传来一阵轻响，听动静像是什么东西掉地上了，这倒是没什么大惊小怪的。农村家里的家伙时，到处都是有个风吹草动的，太正常了。要是一有动静就起床去看，那这一夜就不用睡了。不过很快，吴远发觉这一回不同以往了，大黄的动静没了。吴远连忙放下木偶，只是刻刀依旧攥在手心。透过堂屋门缝一看，明晃晃的月光下，一道人影正在东屋门前蹑手蹑脚的开门。这狗日的小偷，我那一屋子的组合柜料板呢，真让这家伙碰坏了。误事不说，还误工。当下大喝一声：“什么人？”然后猛扑过去，犹如猛虎下山。小偷的头本就不高，一见吴远1.8米的大个子扑过来，加上做坏事心虚，腿都软了，掉头就跑时差点扑倒在地。可惜这家伙是翻院墙进来的，此刻被吴远穷追猛打之下，再想翻出去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很快，小偷就被吴远捆了个结实，丢在院里。这时候吴远才腾出手来去看大黄，果然大黄被下了药，倒在地上不省狗事，气得吴远回头逮着小偷一通猛踹，踹得对方连连告饶，直说给大黄喂的是昏睡药，不打紧的。即便如此，吴远还是兑了点肥皂水，生生的给大黄灌了下去。约莫5、6分钟，大黄才缓过气来，开始往外吐水。半个钟头后，大黄总算撑着腿站起来了，只是还蔫了吧唧的提不起劲来。吴远气不过，逮着小偷又猛踹了一阵，踹得小偷嗷嗷叫，叫着叫着就哭起来了。这家伙委屈的反倒把吴远气笑了。等到吴远从屋里拿出手电筒，冲这家伙脸上一照，卧槽，这3、7分的汉奸头够骚啊！再看看这张脸，有点脸熟。说说你叫什么？家里几口人？湖里几亩地？我说，我叫常二彪，他们都叫我彪子，家是2道围子的，家里就剩爹娘和我3口了。湖里地我还真不知道，别打我。相比于莫名的脸熟，吴远觉着常二彪这个名字更熟，于是可有可无的追问了句：“就你一人吗？有没有同伙？”常二彪吞吞吐吐地道：“是有人教我这么干的，算不算同伙？”谁？徐艳梅。他说你能拿出1000块彩礼，家里肯定有钱。这对狗男女还真让人惊喜。隔天一早，吴远直接把常二彪扭到村部，正巧杨支书也在。直接让质保赵主任把人交到派出所，好好审审问问。常二彪魂都没了，吓得撑不住腿，跟准老丈人打了声招呼，吴远就手回了。家里还有很多活要干。门头赶了贿赂，身后传来一阵悦耳的铃铛声和轻笑声。是你啊？是我。你走得挺快啊，我骑车都得加把劲才能赶上。杨落雁捏着沙把降了速，快上来，我带你。你都说了加把劲才能赶上我，我再上车，你不是骑得更慢？随便你。杨落雁仰着白皙的脖颈，宛若骄傲的白天鹅，在晨辉的阳光里很美好。两人一跑一骑回到家。杨落雁也弄清楚这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这对狗男女还真有脸偷上门来，言语间的英气颇有几分乃父的彪悍风采。结果两人刚到家没一会儿，杨落雁正在为大黄点面糊糊时，徐艳梅就披头散发的找上门来，叫吴远还她男人。吴远连搭理都懒得搭理她，前世真是瞎眼了，居然能被这样的女人骗得团团转。徐艳梅就坐在吴远家门前地上，连哭带喊，招人来围观。这一套吴远一个大老爷们实在难以应付，总不能跟他拉拉扯扯的不像样。倒是杨落雁边把他推进屋边道：“交给我，我来对付他。”吴远还有些不相信，不行，我怕你吃亏，毕竟杨落雁细皮嫩肉的，万一抓啊挠啊弄破了皮挂了响就不好了，就算是以伤换伤也亏。不料杨落雁把吴远送进了屋，回到大门前，看着撒泼耍赖的徐艳梅，就忍不住讥笑：“就你这样也想着嫁给我家吴远，你做什么美梦呢你？我杨落雁告诉你，抢我男人你还不够格！”徐艳梅彻底被骂懵了，她只觉得吴远是老实人好欺负，谁能想到娇生惯养的杨落雁会生猛如斯。左邻右舍都知道吴家是跟杨家提了亲的，至于这徐家没那么回事。如此一来，徐艳梅立刻意识到今天来错了，当下起身就想逃，然而杨落雁却没这么轻巧的放过她。抢不到我男人，就指使你的狗男人常二彪来偷彩礼，你等着吧，公安局一会就来抓你人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至少你俩这个年不用在家里过了，省多少口粮呀！说话间，还真来了辆蓝白相间的跨斗车，上头下来大盖帽，直接走到徐艳梅面前道：“徐艳梅是吧？跟我走一趟。”扑通一声，徐艳梅跌坐在地，全完了，仅用跨斗车呼啸而去，左邻右舍尽皆散去。杨落雁昂首挺胸的回到东屋，像个得胜还朝的女将军，没给你丢人吧？吴远还只以大拇哥一枚，毫无保留的赞扬。杨落雁得意之余，发现吴远开始处理另一种木头，这种木头长长的、粗粗的，一看就结实无比。这是做什么？组合柜上好像用不到这么长这么粗。吴远眯着眼看着木头面上的平整度道：“打一张我们俩睡的新床。”一提到睡字，杨落雁俏脸瞬间红到脖子根儿，直到吴远翻开几页床品的杂志页给他看，满面红霞才慢慢褪去。你看
这是西式宫廷风，这是中式传统风，这是中式现代风，这是中西结合小资风，你喜欢哪种？我觉着都挺好看的。床嘛，只要结实就好了。杨洛燕羞涩到给不出具体的意见，吴远只能自己琢磨，时不时的画出一幅草图，而后觉得不满意，又扔掉重新设计。看得杨洛燕心生不忍，委婉的劝道：“其实一张床嘛，能睡觉就行，甭费那么多脑筋了。”吴远却格外认真地道：“这婚结得太匆忙了，连个新房子都没有，实在委屈你了。不过暂时我给不了你新房子，给你一张新床的能力还是有的。”杨洛燕忍不住听得吃了，明明他说的都是很稀松平常的话，偏偏就那么容易打动自己。回过神来，杨洛燕捧着发烫的脸颊，不由自言自语道：“杨洛燕呀，杨洛燕，你完了，你彻底沦陷了。”下午气温有一丝回暖，熊刚便带人过来，顺道拉来了半车的生石灰、2袋水泥以及一车沙子。事急从权，距离结婚的正日子只有10来天了，家里这几间老房只能粉刷，面上能出点新就成了。吴远出来散了一圈烟，随后就把整座老宅交给三姐夫和他的人了。不一会儿，大黄的狗舍被拆了，蔫不拉几的大黄被拴到了门口弃用的猪圈里。杨洛燕忍住了，没有说。很快，院子里不用的鸡舍也被拆掉。杨洛燕忍不住嘟哝道：“我还想着将来养几只鸡留着下蛋吃呢。”吴远笑了笑说：“别急，最迟明年年底房子全推了重盖，你想要什么我给你盖什么。”杨洛燕露出蜥蜴的眼神，一回头又忍不住心疼钱，那得花多少钱呀？钱挣了可不就是留着花的吗？正聊着，熊刚兴匆匆的跑进来：“对了，妖弟，刚才忘记跟你说了，咱队里有户人家想要组合柜，不过他说最好面上能蒙那种3合板，既洋气又好打理。”吴远点头记下，没问题啊。对了，价钱上你不用看我面子，他家有钱。熊刚说完就走了。吴远耸耸肩，你看这挣钱的机会不就来了吗？杨洛燕也跟着高兴道：“三姐跟三姐夫对咱们可真好。不过这家想要3合板蒙皮的组合柜倒是提醒了吴远，这年头民众的消费观就是一个词，洋气。具体到婚床的设计上，吴远顿时就有了思路。杨洛燕也不逆着人，看见吴远沉浸进去，便主动去把煤球炉子生了火，做上热水。不多时，三姐夫带来的师傅们歇气的时候都有口热水喝了。不知不觉中，杨洛燕默默地做些吴远媳妇才会做的事了。翌日腊月14，距离年关越来越近，距离新婚的日子更近。一大早，吴秀华随着熊刚早早赶到了，随后是靠得最近的4姐吴芳华，接着是从县里风尘仆仆赶来的2姐吴玉华，最后才是姗姗来迟的大姐吴淑华。这是杨洛燕头一回把吴远的姐姐们见全乎了。作为即将过门的心腹，心里头7上8下的忐忑，全然没有想到接下来姐姐们将会爆发一场怎样的撕逼大战。吴秀华对此早有预料，所以指使着吴远带着杨洛燕到县里转转。这么好的媳妇还没过门，可别把人家吓跑了。碰巧吴远打算买些婚床的材料，比如靠背的真皮和海绵，以及一些增添阳气的5金件，便骑着三姐夫的28大杠，载着杨洛燕上县城了。老家的堂屋里，8仙桌边，吴家4姐妹分坐4面，各据一方。虽然坐北朝南，居于上首的是老大吴淑华，但真正掌握着话语权的却是坐西望东的老3吴秀华。爹娘虽然去世的早，但对咱们都还不错，一个个都托了好人家，嫁妆也是一分没少咱们的。唯独给妖弟留的娶媳妇钱，妖弟全拿出来给爹娘瞧病了，没让咱们姐妹垫一分钱。如今妖弟好不容易找了个好姑娘，等着成家立业，咱们几个做姐姐的，是不是该替爹娘把妖弟的婚事办了？我先带个头，我出300。吴秀华开门见山，直接拍出30张大团结逼宫。老大吴淑华把脸往旁边一拧，仿佛他当作看不见这钱就能逃过今天这一劫。老二明显看着老大的脸色，当下也是眼观鼻，鼻观心，敌不动我不动。最后还是老4自知丈夫一直用来搪塞的看不起人论断站不住脚，主动掏了200块，一声不吭的放在桌上。即便如此，吴秀华也未能按捺得住。大姐、二姐，爹娘可都在你后头看着呢，都说长姐如母，遇到今天这事，你真能当作看不见？你怎能心安理得睡得着觉的？吴淑华梗着脖子道：“我没钱。再说了，妖弟能拿出1000块彩礼给人家，能在乎我这仨瓜俩枣？”吴秀华彻底爆发了，把8仙桌拍得咣咣直响。你但凡能给个仨瓜俩枣，那也是你身为长姐的心意和良心。妖弟就算是腰缠万贯，你身为长姐就能不表示心意，就能没良心了？句句扎心，字字要命。其实吴秀华也不想这样，实在是他忍太久了。很多次他都想不通，爹娘都是出身大户人家，怎么会养出如此小家子气的大姐？堂屋里剑拔弩张，连外头干活的工人们都感到了森森寒意。有人杵了杵熊刚道：“你媳妇发飙了，你要不要去劝劝？”熊刚脑袋摇得很坚定：“不用，我信媳妇镇得住。”熊刚的判断没有错。就在吴秀华发完飙后，老二侧头看了眼供桌上的爹娘，咬牙从兜里掏出包钱的手帕，一层层的揭开，点出里面的100块钱放在桌上。我家里情况你们也知道，只能拿这么多了。吴秀华深深地吐出一口气，有这600块已经足以为妖弟办一场体面的婚礼了，他知足了。就在这时，老大忽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甩出50块钱，完了还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道：“我就这么多了，多1分都没有。”吴秀华收起那50块钱，然后忍不住笑了：“大姐，要不是妖弟不许我动手，今天你身上别想带1分钱回去。而且妖弟也说了，今天咱们出的钱他都会记在心里，将来会1分不少的奉还。摊上这样是非分明、独立自强的弟弟，你们就偷着乐吧。换作是别人家，不被爹娘扒一层皮下来，能放过咱们？吴淑华也放松下来，摊手，你动手也没用，我反正就这50块。行，50就50。妖弟也不是傻子，谁给的多，谁给的少，他能没个数？今天与其说是咱们几个当姐姐的聊表心意，不如说是妖弟给咱们的一次机会。妖弟可是要成大事的人，到那时你们再想巴结，可没这么好的机会了。都知道雪中送炭难，锦上添花易。
可就有人宁愿上杆子锦上添花，也不愿雪中送炭。拿到了钱，过完了嘴瘾，吴秀华便不搭理这些姐妹，连口水都不招待。反正这也是他们的老家，想喝水自己烧。不过老大和老二很快就走了，唯独老四留下来一阵，跟在吴秀华身后，老半天才下定决心：三姐，妖帝的床上用品我来置办吧。吴秀华挑着眉头诘问：你确定你家老钟不会因此而说三道四？吴芳华语气略虚：不会的，老钟不会的。行，这机会我给你，但要是让我从老钟嘴里听到半个不字，别怪我这当姐的翻脸。不会的，三姐，小妹，你别觉着我总向着妖帝，想想妖帝对待你家仨条皮蛋怎么样？我知道的，三姐。28大杠飞快地穿梭在乡间十字路上，带起来的冷风更加动人。杨洛燕把围巾给吴远戴了，自己坐在后排上，冻得瑟瑟发抖。起初吴远在想着买东西的事，等到意识到，连忙下车直拍自己脑袋。瞧我这脑子，光顾着想事了，把你给冻的。杨洛燕双颊冻得通红，却还有心情开玩笑道：我也没想到你车子能骑这么快。当下任由吴远帮自己裹好围巾，包得严严实实，而后重新上车。坐稳了没？把手伸我棉袄里面捂着，顺便抱紧我。这回我骑得慢点，冷了一定要跟我说。知道了。小两口重新上路，剩下的旅程温暖多了。直到抵达清宫市场，杨洛燕才意犹未尽地下了车，伸头问：这就到了呀？而后嘟哝道：以前上县里觉得好远好远，今儿怎么感觉好近好近？吴远把28大杠记放在清宫市场门口，这才伸手拉上杨洛燕，直奔里走。这一牵，吴远完全是下意识的，毕竟清宫市场人多，不牵着很可能就走散了。倒是让杨洛燕猝不及防，低着头羞涩了老半天，扯了块2米见方的棕色真皮革，又切了块2米见方的高密海绵。五金件质量上不用过多担心，吴远专门挑了杨洛燕喜欢的玫瑰金和棕色真皮以及原木色搭配起来，倒也相得益彰。俩人买完，手牵手往回走，直到吴远眼角发现一堆的金刚弹簧，这玩意可是做席梦思的好东西。吴远脑海灵光一现，婚床打得再漂亮，能有席梦思加分多。这年头，只有高端酒店才用得起席梦思床垫，寻常人家整个这玩意，那绝对是洋气。这玩意那绝对是洋气他妈给洋气开门，洋气到家了。况且既然决定给洛燕一张新床，那就要给她最好的，日后在这张床上生儿育女的，想想也带劲不是？打定主意，说办就办。吴远一琢磨，就把席梦思所需的材料估摸得差不多了。除了足够数量的金刚弹簧，还需要足够面积的高密海绵和无纺布，最后就是套在最外层的床垫罩子，必须是大红大紫的喜庆色。一通细挑慢剪的，采购额直接飙到了200块。眼瞅着吴远一口气挑这么多东西，杨洛燕不明就里的问：买这么多弹簧做什么？吴远神秘一笑：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对了，你会踩缝纫机不？会啊。那么组织上决定交给你一项光荣的任务，感谢组织信任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小两口轻车简从的回了家，订了那么多东西，提个送货上门的小小要求不过分吧？杨洛燕不知道吴远怎么拿捏人家的，但就是莫名觉得自己的意中人很能干。小两口回到家，姐姐们都乘风破浪的离开了，家里只剩下熊刚跟师傅们继续翻新着老房子的边边角角。吴远打了声招呼，便一头扎进东屋，开始手绘席梦思的制作草图。这玩意他前世92年的时候做过，当时也是心血来潮，不仅做了席梦思，而且做了套组合沙发，成为全村最洋气的家具材。而且经他手工打造的席梦思和沙发一直用了很多年，直到蒙面的布料磨坏，脏污之后才彻底丢掉。所以手搓席梦思对他来说根本没挑战，唯一的问题就是时间有点紧，必须加班加点才能赶得上。下傍晚的时候，熊刚给师傅们一人塞了包烟，打发他们先走，而后进到东屋丢了根烟给吴远道：这回你几个姐姐都给了钱，包括大姐。吴远很意外，三姐指定是没少发飙，也还好，你也知道，你三姐只是不想这一大家人就这么散了。我明白，三姐夫。吴远猛抽了一口道：你放心，只要我跟洛燕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，这个家就散不了。哎，这就对了，也算你三姐没白操心这么多年。腊月15，冬日暖阳，小河中心化了洞，水流哗哗，可河边依旧是厚厚的冻层，坚固到能站人。老吴翻新忙完了，今儿熊刚和师傅们不用再来了。一大早，吴远抄起扫把，把院子一扫，确实有种焕然一新的感觉。紧接着，清宫市场的人就把货送上门了。吴远仔细点了货后，这才把尾款付清。清宫市场的人刚走，杨洛燕便骑着昆车进了院，而后春风得意在院子里多骑一圈，生怕吴远看不出他今儿从头到脚都换了新衣服。这身衣服真漂亮，杨洛燕轻盈如燕子落地。我妈给我置办的喜服，特地穿过来给你瞧瞧。咱妈的手艺没得说，何况你人漂亮，穿什么都好看。油嘴滑舌，杨洛燕满脸欣喜，随即从里兜里掏出一沓子大团结。这是你下的彩礼钱，我爹早就给我了。我看你办婚事仅用钱，就拿来给你。那不用，这钱暂时还用不着，你好好收着。真的，假不了。吴远将送上门的货理出来，其中大红色的布料交给杨洛燕，而后从东屋拿出席梦思的草图，把床垫罩子的尺寸报给了杨洛燕。杨洛燕一把抢过草图，这究竟是什么？席梦思听说过没？垫在床上特别软和。你一个木匠，居然连席梦思都会做，天哪，还有什么你不会的？我说过要给你一张最好的婚床，当然要说到做到，你做的已经够好的啦。弄清楚床垫罩子的样式和尺寸后，杨洛燕放下饭盒，迫不及待地回家踩缝纫机了。吴远加班加点，没日没夜地为婚床忙活，他指定也不能拖后腿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吴秀华承担了妖帝婚事的所有筹备工作，从各种采买到四处发请柬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这期间外头说啥的都有，传得最多的
说吴远娶了村支书的掌上明珠，那是高攀了。这话没什么错，吴远并不介意。可还有人到处传他入赘杨家，这特么就纯扯淡了。杨支书有俩亲儿子，轮得着他入赘吗？好在吴远手上活儿一直不断，没工夫去计较这些事儿。婚床做好了，席梦思也接近完工。这期间还有人找上门来定做组合柜的，说是看了刘主任家的样品，专程找过来的。刘主任就是买他第一套组合柜的机关干部，当时上门安装之后，特地留了地址。这下好了，3套组合柜订出去2套。生活有盼头，小年过后，腊月25，头夜又下了一场雪，气温骤降，水缸里的冰又厚了一层。杨若燕终于把他鼓捣了10来天的床垫罩子带来了。小两口把床架子、床垫子以及床垫罩子一股脑搬进早已腾出来的堂屋东厢，开始现场安装。2米2宽的大床，这尺寸在村里也是绝无仅有，加上真皮靠背以及床头床尾的锃亮5金件，一看就很洋气高端上档次。等到两人一起把床垫子套上罩子，往床上一摆，不止长宽严丝合缝，而且厚度分毫不差。喜欢吗？喜欢。伴随着一声欢快的叫喊，杨若燕呈大字形扑上床，才发现里头装了那么多弹簧的席梦思床垫，竟然一点都不硌人，翻身滚动，动静也不大。吴远这才注意到大红的床垫罩子上绣了好多花，争奇斗艳的，愈发喜庆了。怪不得鼓捣了这么多天，你也躺上来试试。杨若燕兴奋地相邀，等到吴远睡到她身边，一侧脸呼出的气息都喷薄到他耳边时，他才意识到不对，俏脸一下子红到了脖子根儿。吴远看得吃了，正自心猿意马之时，大门口传来吴秀华的声音：“妖弟，妖弟，你人呢？”等到俩人心虚的跑出屋去，吴秀华才后知后觉地问：“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俩了？”“没有，没有。”“是不是打扰到你俩了？”“没有，没有。”“三姐。”杨若燕脸皮薄，极力否认：“就算打扰也没关系，反正后天你俩结完婚，有的是没人打扰的时间。”吴远只是憨憨的笑：“行了，你也别笑了，今天你俩去领证，顺便到县里百货公司给洛燕买块上海表。洛燕嫁到咱家，总不能什么都不添，让外人看笑话。”吴秀华说着，塞给吴远200块钱。杨若燕连说不用，可也拦不住吴远接下来，反正狮子多了不痒，债多了不愁，也不差这100、200的了。平日里无人问津的百货公司充斥着来采买年货的人，这2年不少人外出到货挣了钱，冰箱、电视机和洗衣机柜台前围了不少人。吴远替杨若燕选了块上海牌坤表，又添了双皮鞋后，兜里只剩下20块。路过家具柜台，看到进口的席梦思竟然标价2000块，杨若燕这10斤到了。惊讶之余，杨若燕不由自主的昂首挺胸起来。再看向那些买冰箱、电视机、洗衣机的人，就没多少羡慕了。只要咱男人能干，添这些东西还不是早晚的事。回程路上，杨若燕斜坐在后座上，抱紧了吴远。村里有人说吴远的闲话，说他高攀自己，殊不知身为当事人，他有多幸运。不过妈说的对，这是自己偷着乐就行，没必要嚷嚷着让别人都知道。28大杠一路到了运河闸，开始下坡，雪后的路面有些结冰。吴远载着人，控制着速度，一路溜得很慢，直到拐过船闸，到下一个转弯口，突然停下车来。吴远双脚撑着地，冲路边努了努嘴道：“看看这边的家具。”杨若燕不明就里地下了车，看看路边唯一的家具摊都是旧家具，而且不少破损的，一看就不是正经的家具摊，真买到不结实的。回头再想找人，连门都没有。转念一想，吴远就是木匠，家具的好坏他一眼便知，自己还担心个什么劲儿？吴远支好车子，蹲下来仔细打量这些可以称得上文物的家具。从那工艺和雕刻手法上来看，可以确定这些都是出自香山帮匠人之手。香山帮匠人前世他如雷贯耳，甚至还专门搜集过他们的作品。谁曾想在这里直接遇到这么一大堆，可惜他身上没钱了，否则直接全包了。稍加修缮，日后卖给识货之人绝对亏不了。吴远心下惋惜，正准备起身离开，目光忽然落到那把断腿的太师椅上，岁月斑痕掩盖下的木头纹路有些眼熟，似乎是花梨木。吴远不动声色地多看了几眼，没错，花梨木没错了，而且是正宗黄花梨。大哥，你这家具怎么卖？双手拢在袖笼里的中年人老神在地，不答反问：“你瞧上哪件了？”吴远从太师椅上收回目光，随手拍拍面前的八角桌问：“就这桌，100块。”大哥，我是真心想买，20行不行？20买这八角桌，这可是香山帮的手艺，你当买白菜拿？20手艺，你当买白菜拿？20块只能买那些坏掉的，这些破烂能修好吗？吴远在坏家具堆里边拨拉边嘟哝道：“大哥，20块5件，破烂我也认了，行不行？不行我就走了，顶多2件，觉得行你就挑，不过钱货两清后，不带后悔找不的。”好吧，吴远装作勉强接受，而后煞有介事的在破烂堆里挑了半天，顺便看看还有没有被遗落的黄花梨，哪怕是一条腿也成。结果并没有，似乎今天这运气全都用光了。不过人的懂得知足，最后假意磨蹭一会，吴远果断挑了太师椅和脚蹬子，付了钱。太师椅是他的目标，至于脚蹬子，那就是个搭头。看在他残缺最小的份上，得亏三姐这车上绑着绳子，吴远和洛燕俩人费了半天劲，才把太师椅和脚蹬子绑好在后座侧面，匆匆离开了。倒不是怕家具哥反悔，而是这家伙总盯着杨若燕看，令人不喜。等到车子离开好一段路，杨若燕这才追问：“你是想买这把太师椅吧？它有什么猫腻？”吴远心情不错，也不瞒他，黄花梨的太师椅稍加修缮，卖给识货的人起码能赚这个数，600。哇，你真是太厉害了！6000。杨若燕倒抽一口冷气，忙道：“那你慢点骑，千万别把这宝贝磕着碰着里。”回到家，四姐吴芳华把新做好的床上用品都送来了，堆满了整张婚床，2床厚被子、2套薄被子以及2套薄被子以及2套褥子，全都是新棉花打的，松软又暖和。外罩大红大绿的被面，摸起来光滑，看起来喜庆，外加一对鸳鸯枕，顿时让这张婚床有了灵魂。谢谢四姐。杨若燕欢喜地拉着四姐道了谢。吴芳华摸了摸杨若燕的鬓角，不用谢，弟妹，四姐应该的，只要你跟妖弟把日子过好，四姐做的再多也高兴。腊月27宜合婚订婚，按照阳历算，刚好是2月14日西方情人节。杨支书
选了这天做结婚的正日子，看得出来是下了真功夫。天还没亮，公鸡刚叫了头遍，杨洛燕便麻溜地爬起来，换上喜服，开始对镜梳妆打扮。今天是她人生中的大日子，没有人比她更重视。等到刘慧推门进来，杨洛燕喜服都穿好了，妆也化了一多半了。第二，你不先吃点垫垫？这一天折腾，不一定什么时候才能吃上饭呢。是哦，妈，我怎么连早饭都忘了吃？刘慧轻叹一声，这丫头激动的连吃饭都忘了，终究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啊！杨洛燕匆匆的赶到堂屋，一屁股坐下来，摸起馒头就秃噜一口稀粥。主座上，杨支书老脸一沉，拿筷子敲了敲桌面，马上也是要成家的人了，为人处事要稳重，别再像个姑娘家冒冒失失的。杨洛燕不由放慢了节奏，知道了，爹，这200块钱是爹跟你娘给你的压箱钱，你自己攒着，别让那小子知道。爹，不用了，我们年轻能挣，不用了，我们年轻能挣，叫你拿着你就拿着。杨洛燕犹犹豫豫，其实她不是不想拿，而是不想为了这点钱特地瞒着吴远。最后还是刘慧不由分说的把钱揣进了小闺女喜服的口袋。吃完早饭，大姐杨晨瑜终于姗姗来迟，带着2个睡眼惺忪的孩子。与此同时，吴家老宅，吴远把大黄迁到邻居戴婶家里寄养1天，免得今天宾客众多和狗子互相惊扰。回过头来，三姐夫熊刚已经带着帮忙的人赶到了，于是院子里垒造的垒造，搭棚的搭棚，院子外头大红喜字对联刷刷的贴起来，红纸录影一直贴到村口的树上。吴秀华在灶房里做早饭，吴远进来时看他正在抹眼泪。三姐怎么了吗？没事，烟熏的。这时候吴远本该上前默默给三姐一个拥抱，可惜两世为人，他还是做不来。不过他都记在心里。三姐在灶房里忙活，三姐夫在外头统筹一切。今天这婚事的知客师一职，也毫无疑问落到了仗义热情的三姐夫头上。所谓知客师，有地方又叫知客司，不仅要统筹婚事大小事务，而且要负责迎来送往，照顾好宾客，甚至某桌席面上座次僵持不下时，他还得负责理清来客和主家的关系，亲疏尊卑，协调好座次，可谓是事无巨细。天色渐亮，来的人渐渐增多，但在熊刚的安排下，全都各司其职，有条不紊，反倒让吴远这个新郎官闲下来，看着婚床四周满墙的笑脸娃娃，略感惊悚。但愿今天落雁陪嫁的家具能多挡掉一些，省得晚上睡觉瘆得慌。很快，锣鼓队、接亲队相继到位，吴远这个新郎官也就正式入位，接受各种摆布安排。到了8、9点钟，姐姐们带着孩子陆续抵达。老大吴淑华不舍得出钱，但便宜话好听话他从不吝惜，先是夸了今天的妖帝多么精神，多么帅气，随后摸着席梦思床垫赞不绝口。他这一夸，倒还真让老二和老四上心了。妖帝，这真是你手工做的？吴远点头。这么厚的垫子，冬天好办，夏天可怎么睡？这是单面席梦思，翻过来就是凉席。姐姐们啧啧称奇之余，还真对妖帝有些刮目相看了。接着老大立刻借机要求，妖帝，年后你给大姐做个席梦思呗。行啊，等我年后开了场，你们想买几床买几床，但别忘了照价付钱。老大恍然大悟，怪不得老三上杆子对妖帝好，感情妖帝是真长本事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初就该多掏点钱给妖帝办婚事了。老二轻叹一声，我是真的尽力了。唯有老四暗自欣慰，得亏当初跟三姐争取了给妖帝置办床上用品的机会，想来妖帝多多少少会念点好吧。其实吴远并没有那么多心机，在对待其他几位姐姐的事情上，只要三姐吴秀华高兴，让她怎么做都成。吉时已到，她怎么做都成。吉时已到，在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中，吴远被簇拥着出了门，领着一行9辆清一色的凤凰自行车车队正式出发。一路上，车队浩浩荡荡，过桥放鞭炮，遇到拦路的就撒糖撒烟，引来不少路人看热闹。直到抵达杨支书家门口，作为10里8村颇有威望的老支书，今天嫁最宝贝的闺女，绝对是远近皆知的一大盛事。甚至半个月前，其他打算办喜事的家庭，一听说跟老支书家里撞了日子，都默默地改了时间。所以今天老支书家门口是人山人海，别说小汽车了，就连自行车推进去都难如登天。好在有烟有糖有散碎零钱硬币开路，折腾了半个多钟头，吴远总算是挪到了杨家大门前。簇拥在杨家门前的大多是杨洛燕这头的亲戚，在甚嚣尘上的高攀论和入赘论之下，这些亲戚看向来接亲的队伍，天生就带有一股子居高临下的优越感。结果人到跟前才发现，旁的不说，新郎官是真的高大帅气，和洛燕简直就是郎才女貌的绝配。所以在吴远面带微笑的散了一圈喜烟之后，堵门的人群立马散了一大半，只留下几个顽固派迟迟不肯离去。这就不是吴远的事了，留给接亲车队里专门应付闹婚的高手来处理，无非是多一包烟少一包烟的事儿。10多分钟后，在付出了6包喜烟的代价之后，大门打开，吴远先叫了院子里的杨支书和支书媳妇，只是尚未改口。紧接着见过大姐杨晨瑜和大姐夫马长山，大舅哥杨奔和大嫂李云，二舅哥杨猛和二嫂蒋凡，顺便塞了点零钱红包给几个孩子。时候不早了，快去接落雁吧。杨支书催促道。吴远深吸一口气，还剩下2道门，他却已经没多少耐心了，干脆直接交给队里的高手去交涉，哪怕多散点烟和糖他也认了，因为他已经等不及要见自己漂亮的新娘了。好在高手就是高手，剩下2道门拢共只用了10分钟就开了。吴远终于出现在明艳照人的杨洛燕面前，认识你15年以来，你今天最漂亮。此话一出，气氛挠的一下就浪漫起来。15年的相遇相知，只为了从今往后的长相厮守，试问还有谁比她更配新娘子？闺房里尖叫和喝彩响成一片，就连把新娘子的红皮鞋藏到怀里的伴娘都不好意思再藏，主动交了出来。吴远亲手给杨洛燕换上红皮鞋，杨洛燕伸手给她擦了擦汗，又引起一阵惨绝人寰的哀嚎。这小两口太残暴了，联合起来撒狗粮，酷死人不偿命！退！在众人的后退中，吴远牵着杨洛燕的衣袖来到堂屋，给杨支书和支书媳妇敬茶改口。杨支书很满意，新女婿至少在面子上让他狠狠地长了一把脸。外人议论吴远高攀的同时，肯定不会说杨支书低就，只会夸他乡人有数，提携后辈。于是欢欢喜喜地应了声，喝了茶，给了红包，送小闺女出门。按照习俗，
新娘子出娘家门脚不能沾地，这意味着必须有人背着新娘子出门，直到送上车。大舅哥、二舅哥自然不可能出面背人，杨家这边只能从叔伯家里出个年纪小的堂弟出面。吴远一瞧堂弟那身板，当即挺身而出，塞了包喜烟过去，接着一个公主抱就把杨若燕抱出了门。杨若燕连忙撑开喜伞，红红的喜伞映照之下，人面喜伞相映红。出了杨家大门，在隆隆的鞭炮声中，把杨若燕在后座安置妥当，随后也不掉头，直接跟着车队一往无前不走回头路。接亲车队浩浩荡荡的离开了，后面杨家安排的送亲车队立马浩浩荡荡的跟上。和接亲车队只有9辆清一色的自行车不同，送亲车队足足有18挂干净的平板车，每一辆平板车上都绑了一个大件的家具或者嫁妆。杨支书原本可以安排一辆卡车把嫁妆一趟送完，但那样就差了点意思，毕竟两家相距不远，也就2里来地，卡车5分钟送到，外人还没瞧清楚杨支书的手笔，哪还有什么面子可言？倒不如这平板车队场面壮观，而且陪嫁了什么看得一清二楚。于是等到接亲车队回到吴家，最后一辆送亲的平板车，吴家最后一辆送亲的平板车才刚出杨家没多久，新娘子到家，上万响的鞭炮立刻响起，跨火盆去晦气，4邻8乡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那么多孩子，前呼后拥的都要看漂亮的新娘子。吴远顿觉压力山大，兜里的喜糖早就散完了，接亲的高手也两手空空，最后得亏是熊刚早有准备，把预备给小两口回门的喜糖拿了出来，才勉强应付过去。吴家的高堂已然不在，熊刚特地把吴远的师傅乔四爷请过来接新人的敬茶，这是倍有面的大好事，乔四爷自然万分乐意，即便掏了红包破了费也愿意。最后伴随着外头又一阵隆隆的鞭炮声，吴远把杨若燕送到婚房的婚床上歇着，外头正式开席，累并快乐着。吴远塞了一把花生糖到杨若燕手里，这是他好不容易私藏的，就为了偷偷塞给媳妇，让她垫补垫补。接着吴远出去应酬了，吴家这头的亲戚陆续挤进婚房来认新媳妇。面对这么多笑容可掬的生面孔，杨若燕多少有些无所适从。好在老大吴淑华终于在这一刻发挥了些作用，陪在弟妹旁边给她介绍吴家这头各路亲戚人马，让她尽快适应吴家女主人的角色。吴远出门不为别的，是为了安排杨家的送亲队吃饭的。送亲队以杨家二叔杨国柱为首，一看就是个见多识广的精明人。吴远招呼着他到新房随便看看，结果杨国柱一眼就注意到婚床的特别，这床垫了席梦思。吴远点点头，席梦思可不便宜，还行，我做的冬夏两用，不比进口的差。小伙子很能干呀，就算我哥亲自安排，也未必能比这做得好。二叔说笑了。说话间，外头平板车队抵达，19多的熊猫彩电、蝴蝶牌缝纫机、一面大衣柜、一套梳妆台、2口大箱子，在熊刚的安排下，一件件的搬进屋。很快，新房里摆得满满当当，余下的只能先放到堂屋西厢里放着。完事，平板车车队的师傅们领了喜烟和喜糖就走了。杨国柱带来的送亲队则是留下来吃席，当然他们也只是浅尝辄止，稍微吃点就离开，毕竟他们的主场不在这边。10几桌席面一开，院子里香气冲天，仿佛提前过年了。新房里玩闹的孩子们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吴远趁机端了碗4喜丸子进屋，给守在婚床上眼巴巴的新媳妇尝尝鲜。起初杨若燕还顾忌颜面，不敢偷吃，吴远干脆把房门一关。杨若燕再看向香喷喷的4喜丸子，再也忍不住了，一个拳头大的4喜丸子下了肚，杨若燕直接吃了个半饱，坐在婚床上的腰板也挺直了，长腿也舒展了。这一幕看得吴远蠢蠢欲动，杨若燕被他看得脸红心跳，终于抵挡不住那火热的眼神攻势，蜻蜓点水的亲了他一口。砰的一声，大姐家的大闺女令苗苗冲进来，手里头也端着半碗单切肉片，看样子是来给舅妈送吃的。一见吴远也在，令苗苗便故作好奇的促狭道：“舅舅，你怎么一脸的口红呢？”吴远果然重击去擦，惹得令苗苗放声大笑，连带着杨若燕也俏脸绯红。这孩子辈分上差1辈，可实际上令苗苗也只比吴远小3岁，打小没少跟在舅舅屁股后面满大队的耀武扬威，结果长成大姑娘就开始反噬了。令苗苗笑完就跑，惹得吴远追到院子外头，才在门前老槐树底下私摸摸的塞了个红包给吴远道：“我妈那人小气，我替她补上。”吴远双手插兜，根本不接：“我是你舅，能要你钱吗？快收起来！再说了，你舅我是做大事的人，能拆这点小钱吗？”令苗苗面露狐疑，半晌才煞有介事道：“不过你真的变了，变得不老实了。”“呸！怎么说你舅的？你要是老实巴交，能骗到我舅妈这样漂亮的媳妇，什么人间真相？”吴远竟有些无言以对。去，小姑娘家的，瞎琢磨什么呢？等到2顿流水席放完，送走各路宾客，已是晚上9点了。熊刚安排完明天的事儿，便被吴秀华急匆匆的拖走了。夜深人静，窗外寒意逼人，屋内温暖如春。脚洗了没？牙刷了没？洗了，刷了，不信你问。可我害怕。媳妇，你听我吹，不听我说。今天咱们这床垫很长脸吧？这倒是，看的人都说好。是吧？有人跟我预定了2床。是吧？有人跟我预定了2床，连我师傅乔四爷都跟我打听怎么做。哇，你好厉害！所以我打算年后开个家具厂，多做点席梦思床垫，这是好事，我支持你。可咱们这床垫有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缺乏足够的试验。既然你支持我，就得跟我一起试试这床垫好不好。那怎么试？很简单，你尽管放松，配合我就行。堂屋的钟敲10下，关于席梦思床垫的第1次试验宣告结束。咱这床垫还不错哈，体验挺好。可我觉得试验还不够充分，1次2次说明不了问题，那能怎么办？得接着压力试验啊！隔天腊月28，今年29算30，所以今天就算是除夕前1天了。隔壁带婶家公鸡刚叫了2遍，杨若燕便强忍着微微的不适，摸黑起了床。如今她已经是吴家的
的媳妇给支棱起来，再不能躲在三姐的庇护之下，净想着享清福，那样日子指定过不长久。等他打开大门准备扫院子，才发现三姐和三姐夫早就等在门外。杨落燕感动的差点没忍住，声音都哽咽道：“三姐、三姐夫，你们怎么不喊我？”吴秀华起身拍了拍纱巾上的白霜，喊什么呀？我们也是刚到。旋即抢过弟媳妇手里的扫把，压低声音问：“昨晚睡得好吗？”杨落燕瞬间脸红到脖子根，贝齿紧咬着下唇，点了点头。吴秀华眉开眼笑：“你先歇着，这里有我跟你三姐夫就成了。”杨落燕只好又去烧开水，这活他干过，擅长。等到院子扫干净，吴远也揉着眼睛起床了。今天那边要迎接闺女，带着姑爷回门，这边也要盛情招待那边过来的大舅哥小舅子。吴秀华挑了几样菜热了热，众人一起吃过早饭，随后拿出2条烟、2瓶酒，外带2瓶麦乳精、蜂蜜以及白糖果子，满满一网兜，着实不少。杨落燕接在手里都不由迟疑：“三姐，这太多了吧？”“不多，不多。”吴秀华连连摇头，笑说：“杨支书赔了那么丰厚的嫁妆，我们也不能不识趣，起码面上咱得过得去。在人情往来方面，三姐历来考虑周全，而且这种周全不像是四姐那样带颜色看人的成分。媳妇，听三姐的。”吴远一锤定音：“过日子不是靠手紧省出来的，而是靠手勤挣出来的。”瞅着时间差不多，小两口同骑一辆车直奔杨支书家。在去时的路上，遇见大哥杨奔和二哥杨猛。意外的是，杨奔竟然招呼吴远下车，抽了根烟，这才重新上路，以至于等分开之后，杨落燕都有所觉察到，我哥今天不大对劲呀。吴远笑了笑，这是一种好的转变，无需多想。倒是杨猛忍不住问杨奔：“大哥，你真拿那小子当盘菜？”杨奔悠悠道：“咱爹纵横十里八乡这么多年，他何曾看错过人？更何况连二叔昨儿回来都对那小子赞不绝口，这还不能说明问题？”杨猛愕然之余，忍不住吃味，梗着脖子，语气酸溜溜地道：“爹，也许是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也。至于二叔，没准他昨天喝多了，说酒话，当不得真。”嫁出去的闺女头一天回门，新姑爷最大。然而吴远刚到杨支书家，叫了声爹妈，就被杨支书叫到里屋，而且二叔杨国柱早已等在那里。“你昨天跟老二说要办个家具厂，是真是假？”“爹，二叔，厂是肯定要办的。现在我接到的组合柜和席梦思单子不少，仅指着我一人，没日没夜的忙，也忙不过来。只是条件还不成熟，需要什么条件？”吴远给俩长辈散了根烟，然后才有理有据地道：“场地、人员和资金就不说了，最重要的还是上头的政策和风向。据他所知，目前上头虽然鼓励个体户，但对招工人数的限制还在，顶多弄个家庭工厂，做不大。”杨国柱闻言提议道：“有大哥在，你直接以村里的名义办这个厂不行吗？”这个问题不等吴远解释，杨支书就抢先否决道：“以村里的名义，所有权怎么办？所有权不明晰，小远一旦把厂子做大做强，到时候盯上来吸血的蚂蟥，怕是拦都拦不住。”对于所有权的问题，其实吴远心里有解决方案，但在拥有一定的话语权之前，他并不打算走这条路。杨国柱想不出，只能无言以对，毕竟投机倒把办公室还在，这世道往哪儿走，谁也说不准。杨支书回过头来又建议道：“你以招徒的名义找几个人帮忙，不行吗？”吴远点头：“爹，这倒是可以，只是我木匠刚出师，一时半会怕是难有人来拜师。”杨支书把胸膛拍得咣咣响：“这个不难，给你找几个机灵肯干的小子不在话下。”“那就谢谢爹了，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我跟你二叔没事了，你先去吃酒吧。”吴远起身离开，等到门关好，杨国柱不由赞叹道：“大哥，你找的好女婿啊，日后成就怕是在你之上。”杨支书往后一仰，不无得意的道：“我就是一看家守室的村干部，能有什么成就？不过在小辈之中，小远却数头1号，甚至比陈鱼那口子的小学校长强多了。也是落叶命好，嫁了个这么有潜力的好小子。”哈哈，和俩长辈聊过，剩下的席面就是个过场。何况有杨落燕这个护犊子的媳妇在，杨家请来的陪客们也不敢多灌吴远的酒，只是频频的相邀，不至于冷场。酒足饭饱，刘慧把小闺女拉到房间里，斯闷闷地问：“他对你好吧？”“妈，好着呢。现在你爹跟你二叔都对他赞不绝口，你可别惯着他，让他骑你头上来。”“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们俩好着呢。”刘慧不再多说，人家小两口如今蜜里调油的，她知道自己现在说什么都没用。正午的阳光刚走，空气中多了一丝寒意，小两口便回自己个的家了。令人意外的是，带回去的礼物比带过来的礼物还要多，弄得杨落燕自己都不好意思了。路上又碰上烂醉如泥的二哥杨猛，以及被他折腾得满头大汗的大哥杨奔。小两口赶紧下车，一通关心。杨奔是恨铁不成钢，逮着人事不省的二弟一通数落，而后拉着吴远斯闷闷地说：“妹夫，你那张床做得不错，连南方大城市都没你搞得洋气，尤其是那垫子比单纯弹簧垫舒服多了。大哥，你也要做一张？想啊，得花不少钱吧？钱倒是其次，问题是我现在腾不出手。这几天不少人跟我订了，开口800块钱包工包料，我都退不掉。800块？”杨奔猛然沉默了片刻后，回过神来：“得，我先把你二哥弄回去，咱们以后再说。”“哎，好嘞，大哥你们走好。”小两口回到家，熊刚正带着这2天帮忙的人开了2桌席面吃着。吃完这顿婚事就算彻底结束了，众人招呼着小两口一起吃。吴远没有拒绝，拉着媳妇敬了一圈的酒，真喝的那种，他是真的感激不尽，尤其是对三姐俩口子。4点来钟，众人酒足饭饱，带了点剩菜和喜糖，各回个家。吴秀华留下不少好东西，一一交代给杨落燕，留着俩人过个好年。熊刚则是把吴远叫到堂屋，跟他把这2天的开销和礼钱一一核对交接。这年头礼金不重，大都是3块5块的，加上连吃2轮的流水席，所以最后算下来还是亏钱的。结果熊刚给吴远的账上是完美无缺的抹平了，这就很神奇了。吴远当时就笑了：“三姐夫，
你跟我三姐想要贴补，我心里明白，但也没你们这样贴补的，差多少钱你跟我直说，我慢慢还呗。熊刚依旧嘴硬，没贴补，真的刚刚好。吴远拿过账本，做事起身道，反正礼部假不了，那开销我一项项去核对，别介，真的开销本在这。吴远翻开一看，亏了120多块，问题不大，加上之前4个姐姐添的650块，结一次婚，拢共欠债770多块，依旧问题不大。谢过熊刚，吴远起身给三姐找些礼物带回去。吴秀华推推搡搡了半天，才勉强收下。而后正准备送三姐两口子离开，吴远这才发现院子里还有个大高个在吭哧吭哧的拆着露天的土灶。马明君，大高个闻声看过来，就是嘿嘿一笑，一看就憨厚至极。熊刚也想起来了，这小子活干的可卖力了，你认识？吴远不由笑了，这是前世他3年后收的大徒弟，怎会不认识？只是这辈子这老小子竟然提前出现了，招招手让马明君过来，开门见山的问：说吧，你有什么事？远爷，没什么事，就是想帮帮忙，我很能吃苦的，你要是现在不说，今后永远都别说了。别，远爷，俺想拜你为师，跟你学木匠。吴远拍拍比自己撞了1号的马明君道：行，我收下你了。马明君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看旁人拜师，那敬茶磕头送礼，那敬茶磕头送礼一样都不能少的，到自己师傅这儿居然一句话就答应下来。不过马明君没有憨厚到能省则省的地步，师傅在上，俺这就回去准备拜师礼，用不着那些繁文缛节。不行，俺爹说了，礼不可废。眼瞅着马明君一溜烟的背影，熊刚目瞪口呆，这小子比妖帝大不少吧？吴秀华还在想，吴远却已经脱口而出：比我大5岁，那你还收他？妖帝收他没问题。吴秀华解释道：按爹那一辈来算，他的确比妖帝差1辈，叫远爷没毛病。既然叫远爷没毛病，认师傅就更没毛病了。吴远补了一句道：被他这么一叫，我感觉自己瞬间就老了。杨落雁忍俊不禁的大笑，结果被吴远一句话说的垮下俏脸来。你别忘了，我成了师傅，你就成了师娘。杨落雁不依的捶他，可惜笑到使不上劲，送走了三姐两口子。吴远带了包喜糖到隔壁戴婶家，把大黄牵了回来。这狗子一闻到家里残留的肉香味，瞬间来了精神，颇有被下药之前的几分风采。看来这狗子是缓过来了，照旧把大黄拴在门口，丢了块骨头给他磨牙。吴远开始里里外外的收拾，不仅要把马明君没拆完的土灶拆完，还要把堆在正房西厢的新家具搬出来摆上，顺便换掉早已陈旧的老家具。不过一个人拆土灶搬砖还行，可搬起家具来就有些力有不逮，叫来家具来就有些力有不逮，叫来杨落雁帮把手，结果他搬起来明显还是有些不适，只是他不说，咬牙强忍着。这是吴远得认，都怪他昨晚的床垫压力测试搞得太激烈了。好在这时马明君回来了，带着一脸的兴奋。俺爹说了，拜师得挑个黄道吉日，好好准备准备。那你咋回来了？俺刚想起来活没干完，有了马明君帮忙，收拾起来就高效多了。很快，堂屋和东厢都布置上了新家具，焕然一新。熊猫电视机也摆在席梦思床头，插上了天线，蝴蝶牌缝纫机摆在窗口下，终于有点正经人家的样了。房子还是那套房，但看着忙忙溜溜的杨落雁，吴远就莫名觉着心安。果真是有房不算假，有人才叫家。等到忙完，天也黑了，杨落雁早已收拾出一桌子菜来，叫马明君留下来一起吃饭。这家伙说什么也不肯，又一溜烟跑掉了。小两口吃完晚饭，杨落雁收拾碗筷，顺便把吃剩的一并倒给了大黄。多日不尝肉味的狗子吃得激动到发出护食的吼叫。吴远打开东屋，各种钻头、斧头、锯子都缩在箱子里没动过，靠着山墙摞起来的组合柜框架也稳稳当当。黄花梨太师椅也在，可脚蹬子难兄难弟的缩在墙角，毫不起眼。明天就是除夕了，这把椅子今年指定是修不上了，关键是缺少黄花梨的木料，哪怕是一条断腿也行。感慨间，重新把门锁上，吴远溜达到院外猪圈边上，好些年没养猪了，圈里干净的不像样子，堆满了各种木头，榆木、杨木、涛桐木、槐木，应有尽有，还有几个大树墩子，这些都是前些年家前屋后的老树砍伐攒下来的，足够用上好一阵子了。想来当年爹娘送自己去学木匠，也是早有准备。吴远正思忖间，忽然被人从后抱个满怀，何方妖精，还不速速现形？你才妖精呢！杨落雁转过身来，嘟哝着嘴，一脸不高兴。就听吴远解释道：你知不知道，再过些年，妖精就变成夸人的词了，一般女人想当女妖精还不够格。杨落雁当即眉开眼笑，家里都忙完了，咱们进屋吧。吴远点头，是时候接着检验床垫的质量。什么嘛，我是说进屋看电视，电视哪有你好看？别闹了，我妈叫咱们晚上睡觉小心找点，别睡那么死，怕贼来偷礼金，恐怕是吧？那不用担心了，礼金我都交给三姐夫了，另外咱们还欠三姐夫120块，以及几位姐姐的650块，那咱们把姐的钱都还上吧。用那1000块彩礼钱，除了那笔彩礼，我还有400多的压箱钱，那也不用。吴远说完，又补充道：留着应急，听你的。杨落雁欣然接受，心里没什么瞒着吴远的了，顿时轻松不少，以至于走起路来都像是在翩翩起舞。吴远看得心动，从身后一把将媳妇拦腰抱起，惹得杨落雁猝不及防之下惊声尖叫，而后才发现这家里除了自己两口子，就只有一只大黄狗，没什么好羞涩的，禽手深深地埋在吴远的怀里，任由他抱着进了屋。大黄狗默默地从干草和爆花堆里抬起头来，看一眼俩人，又默默地收回。自打这女人进门，这日子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以前好歹还有个狗棚，挡不住风，好歹能挡住雨雪，现在好了，以天为盖，以地为炉，嗷呜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翌日腊月29算30，天刚蒙蒙亮，两口子好梦正酣，就听见外面伴随着大黄的狗叫，有人咣咣叫门。杨落雁恍然惊醒，匆忙穿衣，开门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马明君这个大个子。师娘，俺给师傅送2条鱼过年。说着拎了拎手上用稻草穿住鱼鳃的2条大青鱼。吴远闻声披着棉袄走出来笑问：